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90算，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女仆模组 1.5.0 版本的更新内容介绍。本次更新新增加了一个方块类型的物品零食柜。零食柜和原版的木桶一样，可以正常的被漏斗数输出，被红石比较器输出信号。内部打开呢，有27个格子的存储空间。零食柜上方可以摆放一些食物，比如说蛋糕，此时它会渲染一个蛋糕橱窗。也可以摆放一些其他模组的方块类食物，比如说森罗物语的一些方块类的食物，此时它显示的是蛋糕的橱窗。当然，农夫乐事的相关物品也是支持的。那设计这个方块有什么用呢？女仆在新版本增加了偷吃的功能。我们都知道女仆在过去是不能够吃蛋糕的，那么蛋糕呢，它是方块类型的食物，现在呢，女仆就能够随机的搜寻周围方块类型的食物进食。那我们的设定呢，是特定方块上摆放的食物它才可以进食。默认呢，只有本模组的零食柜和森罗物语的桌子上方摆放的方块女仆才会进食，这些都是可以数据包修改的。那么女仆能够进食什么东西呢？首先是原版的蛋糕，当然也支持更多蛋糕模组的所有类型的蛋糕，森罗物语的所有方块类型的食物和农夫乐事所有方块类型的食物。当我们摆放好了以后呢，女仆在工作和休息的时候就会随机的去吃，大约是1分钟会尝试一次。当然我们也添加了一个指令用于调试，我们可以开启一下这个 debug 指令，让女仆偷吃的速度大大的加快。那女仆除了会吃呢，自然也会摆放。如果她的背包内也有相应的方块类的食物，那么她就会先摆出来，然后再对它们进行一个进食。同时呢，我们还修正了过去女仆不遵守餐桌礼仪的问题啊，总是往桌子上跳，现在呢他们不会了。下个我们更新的是初始魂符的设定。在过去呢，初始魂符是没有绑定玩家的啊，那么有时候就会出现被其他玩家偷走的情况，现在就不会了。我们呢，如果拿到了其他玩家的初始魂符，也是放不出来的。接下来我们介绍的内容是女仆拔刀剑的作者所做的一个附属模组女仆属性的内容，我们现在把它吞并了过来。我们为女仆增加了相当多的属性，可以修改它一系列的参数，比如说可以修改弩箭射击速度的参数，比如说枪械的射击速度，当然这个也会受到枪械本身的 RPM 的影响，还有拾取范围的一个修改，弓弩冷却时间的一个修改，因为它每次射击完了以后呢，会有一个大约几秒钟的冷却时间啊，包括3x几的冷却时间。那我们刚才也可以看到，女仆呢，无论是拉弓还是拉弩，速度都比较慢，那自然的我们也可以去修改它使用物品的速度。此时呢，它的所有与使用物品相关的速度都会获得大幅度的提升，比如说吃东西。接下来我们介绍的属性是攻击速度。我们都知道原版呢，它是有这么一套攻击速度的限制的，用不同的武器攻击的速度是各不相同。比如说重锤比较慢，金剑就比较快。过去女仆是不受这个属性影响的，固定是1秒。现在呢，它们会受这个属性的影响。最后一个呢是玩家的一个属性啊，玩家的话是有一个实体交互距离的属性的。在过去我们打开女仆 GUI 是不受这个属性影响的啊，现在呢它是受了，这个数值越大呢，自然我们能在更远的距离内打开女仆的 GUI。接下来就是寻路和传送的黑名单。在过去呢，女仆寻路和传送过程中，有一些模组类的方块，女仆会义无反顾地走上去或者传送上去，导致瞬间死亡啊。现在呢，我们为它加了一个基于 Tage 黑名单机制，
我们也是添加了一些模组的黑名单，比如说机械动力的动力锯、机械动力的粉碎轮、机械动力附属的铁丝网、隆夫乐式的炉灶、暮色森林的树篱赤铁块和骑士金属块，以及过去呢大家经常反馈的 MEK 的聚变反应堆和 SKS 反应堆，现在他们会把这2个框架作为一个黑名单。除此之外呢，还有刷管它使用设备的铁钉和怪物捣碎器。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模组的黑名单，都是可以通过配置添加的。这样子女仆呢就可能规避一些危险的方块源了。接下来是铁魔法的一个动画兼容啊，具体的话可以等下一次万法接通的一个更新。此前呢，万法接通的美术新海进也是发了一个视频，我们也是感谢 Grader 做的这个 API 啊。他设计的这套 API 呢是可以拓展的，未来的话像女仆的拔刀剑这样的模组，我们也是可以让它做一些更为丰富的动画的。接下来是饰品模组的一个兼容啊，我们也是一口气的查找了40多个模组的饰品槽位，都对它进行了一个兼容。但我们这个兼容是只保证有槽位并且不崩溃，它具体可不可用呢？我们不保证。我们也是弄了一个腾讯文档啊，希望大家能够反馈具体使用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啊。那我们呢，打开女仆的 GUI 界面就能够看到这里有一个饰品栏槽位，打开呢，这里就能够看到女仆能够放入的饰品。这里呢，我们是随便的找了一些杂七杂八模组的饰品来试验一下能否放置，比如说这个模组的饰品，或者是暮色森林的饰品都没有问题，包括精妙背包的背包、机械动力的护目镜都是可以装上去的。我们这里呢也能注意到一个小细节，我们在按住 Shift 键点击的时候，它会优先的放入饰品栏，包括我们的女仆默认的饰品栏都是同样的设置。但是目前呢有一个小问题，我们也不急于修啊，就是女仆死亡以后呢，这些饰品它会直接爆一地，而不是进入墓碑啊。因为这个问题不大，它也不会刷饰品，所以我们暂时不修。接下来是默认模型和动画的一部分优化啊。现在呢，我们默认模型里带的9壶，它们的睡觉动画也是同步了啊。我们还新增加了2个9壶的变体，一个是新海进做的9尾狐，当然它也有这个雪9壶的一个变种，还有羊毛 Office 做的花架9壶。除此之外呢，还有亚历特泽克西斯做的旧版的传统9壶。除此之外呢，还有部分星座模型的一个增加，比如说潘永阿里叶的模型增加。接下来是 AI 对话的一个更新啊，我们也是感谢 Mela 2018。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语音去切换女仆所有默认自带的工作模式，附属的目前还不兼容，我们后续也会进行一个修改啊。同时呢，我们现在也优化了 AI 对话过程中的一个识别率啊，所以你现在呢可以通过语音对话让女仆切换所有的工作模式了。而不限于原来的攻击模式。接下来是女仆在头顶会随机显示的这个表情包，我们也是更换了新版的20种贴图。接下来是沉浸式奏乐模组的一个兼容。在过去的话，我们使用的是一套硬编码的动画机制，这个动画机制呢，让女仆在演奏某些乐器的时候，姿势会变得比较的奇怪。现在我们做了一下改进，可以看到姿势呢变得更加的和谐了，使用的是 YSM 同款动画。这里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我们在给女仆相应乐器的时候，右键这个乐器是会掉下来的，这是沉浸式奏乐模组本身的一个设计啊，而且还不好改，所以这个我们后面想办法看能不能给它修一下。接下来就是一些小优化和小调整啊，首先是育碧，现在的耐久从300点增长到了1200点，这样子的话，女仆在发射弹幕的时候就更加的持久了。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祭坛，在过去我们只能点击这个方块的正面，现在呢它很宽松的，中间这2个方块可以随便的点，上下左右都没有问题啊，哪怕你是从后边去点它，它也能识别啊，不然老是有人不知道点哪里啊。接下来是浆果丛，过去女仆的话在浆果丛内是会受伤的啊，那女仆作为一个狐狸呢，怎么能被浆果丛伤害到呢？所以我们现在是做了一些改进啊，女仆呢依然会避开浆果丛，但是如果她真在浆果丛里面，她是不会受到影响的，也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啦。接下来是我们和女仆同时骑乘扫帚的时候，女仆遇到苦力怕会直接跑下去的问题，
现在这个 bug 也修正了。还有就在过去，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小号或铃铛召回寄存在其他实体上的女仆，现在是没有问题了。哪怕它寄存在其他的实体上，我们也是可以把它召回的。那么这就是本次 1.5.0 版本的更新内容，我们期待着女仆模组的未来能有更好的发展。